前在国际上的情势是什么？但你来看到，像很多人在问的就是。谁能够结束俄乌战争？好，这个人呢，他讲说习近平可以。芬兰总统直接讲说，习近平打一通电话就可以结束俄乌战争了，因为俄罗斯现在非常依赖中国。这样子的一个新闻，昨天甚至还要上了大陆对岸的微博热搜，大家都在讨论今天也 gay 现在大陆这么厉害吗？北京方面说不会啦，我们彼此之间呢是独立自主，否认这样的一个讲法。到底谁能够结束呢？普京现在讲了说，确实现在呢，我在这个上合会上面，我见了习近平，见了埃尔段土耳其的总统，我们有讨论到乌克兰的问题，但是埃尔段说呢，他要来协调调停战争，克里姆林宫直接跟他讲说不可能，因为他认为这个说法呢是太多了一些些。好啦，那到底他们两个人谈了些什么呢？普京现在是跟习近平呢再一次的会面，谈的其实是合作的部分啦，包括了西伯利亚2号天然气管线包括了彼此之间呢在上合，那今年呢还有所谓的金砖，大家都希望呢能够进一步来深化对抗西方，对抗美国。好，这里面呢要集结的是什么？集结的是全球南方，防止的是新冷战。当然，习近平方面呢，他们是一再的讲说，他们不搞霸权也不搞这个小团体或者是呢集体政治。但是呢，基本上这一次的上合会，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彼此之间他们还是能够在深化跟对方的一些战略合作。譬如他这次来到了哈萨克，那他呢现在就支持哈萨克加入金砖了。两国呢现在也签了数十项的合作文件，他特别提到了说，希望呢这个哈萨克加入金砖之后，可以发挥中等强国的作用。彼此之间的合作，其实近几年来，包括了贸易量等等，都是非常多的。再加上啦，现在呢吉尔吉斯他也跟他见面了，他见了吉尔吉斯的总统呢，要称的是推动“一带一路”合作，希望走深走实。中吉乌铁路现在正在如火如荼的建制当中，还有新三样。新能源车或是跨境电商等等，这些都可以来合作的。亚塞拜然他也见了，他说见到亚塞拜然总统呢，那就是我们是不是彼此之间来做免签，来拓展深化我们的民间方面的交流。一带一路你可以看到，中方现在呢其实走了南北2条路之后呢，他就是这样一路走过去，就直接能够到欧洲。那这样子多式的联贸易的这样子的一个路线，其实对于他来说，就是在整个中亚这一带是一个大战略，是一个陆路国家的一些串联。那先前一带一路说不玩了，那个会害我们意大利，结果意大利现在是什么？是发现他们的部长开始到大陆访问了。这位部长呢，他是带着企业制造部的部长，他去访问的时候，大家就开始在讲说，是第一位退出一带一路的部长访问，那又是跟企业有关，谈的当然就是商贸啦。也有人推测说，这一次去是不是其实是要能够来帮梅诺尼铺路，看看这个月底访问大陆，双方开始有互动，但是双方先前一带一路的时候，其实话说的蛮决绝的，是不是其实是想要换个方式，让大家能够再一次的合作，能够再有其他的项目深化？毕竟确实现在呢，你在整个世界上，你 GDP 要找到一个进展的比较大的，能够当火车头的国家并不多。请教亮哥怎么样来看？好，原因是因为像很多人呢都会讲说，俄乌战争谁能够来调停，直指就是中国。那甚至芬兰总统讲了，习近平打电话，俄乌战马上就可以停止了。这个当然是夸大了，主要是因为泽伦斯基放出话来了，说愿意透过第三方来斡旋因为乌克兰对俄罗斯那真的是太悬殊了嘛，而且现在又处于战争状态，又是处于不太妙的状态所以，可是他这里所谓的希望能够透过第三方来斡旋他心里有没有哪一个国家假想的目标？我坦白讲，除了中国跟美国之外，真的都很困难可是美国跟俄罗斯，我觉得是杠上了啦。他完全没有要解除俄罗斯制裁的样子那俄罗斯事实上全面性的弹劾，不只牵涉到领土疆界的重新划分，这个乌克兰现在没有人能够答应因为俄罗斯对克里米亚还有那4个邦
不太可能退却了啊。那如果乌克兰不能答应这个新的边界，我真的难以想象如何谈下去啊。那势必就要有一些诱因啊，比如说美国承诺解除制裁，那俄罗斯才有可能相对做一定的让步嘛。那解除制裁只有美国做得到啊，这中国也做不到啊，所以我是觉得这个芬兰这个就是随便讲讲啊，他不了解这个真正谈判的复杂性啊。中国大陆市场并没有什么很大的筹码了，它当然是跟俄罗斯经济是主要的支撑的国家啦，没有错。可是这个没有办法拿来当谈判的筹码啦。说实在啦，谈判的筹码还是要回归到俄罗斯本身啦。那俄罗斯目前他的立场是越来越强硬啊，他的国安会的主席啊还出来讲说，如果普京的提议乌克兰不接受，那下一次提出来的方案就会更严峻，连这种话都讲出来了。所以等于就是你不答应，对不对？你不答应一国两制啊，那接下来就一国一制，类似这种话了。这种话当然就是越来越严峻的意思嘛，所以我是觉得真的没有那么容易，而且也牵涉到乌克兰认为战争自己还能不能撑下去了，还能撑多久？对，那目前乌克兰没有人能做这样的承诺了，问题在这儿了，所以我觉得不容易啦。所以中国大陆还是在走他自己既有的路啦，就是说中亚它逐渐在打通嘛。对。那哈萨克本来就是习近平2012宣布“一带一路”的地方啊，那本来它就是最大的石油买家，是，所以他当然乐于在中亚地区。我觉得未来很可能就是中国跟中亚峰会会成为例行的会议。事实上去年开第一次嘛，那个就已经跳出俄罗斯的框架了，所以这个势必是俄罗斯点头了啦，不然怎么会有这样的中国跟中亚的峰会啊？那当然也包括中国跟中吉乌铁路就开通了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会一路走啊。那这次他还走到了塔吉克啊，我觉得走到塔吉克就表示中国大陆有心要处理阿富汗的问题了啊，因为塔利班的对手就是塔吉克的北方联盟啊，这个乌克兰不是那个阿富汗这个国家。北方联盟就是塔吉克人，南方就是普什图嘛。那普什图是跟巴基斯坦结合在一起，这个中国大陆肯定是可以搞定的啦。所以现在就是塔吉克那个部分要做处理啊。所以为什么他要去塔吉克斯坦？我认为就是要协助阿富汗整合内部啦。就阿富汗一定要团结啊，你这个内战不能再打下去了吧？那接下来。所有的基础建设才有可能推动啊，还有所有的建设，包括工业生产等等才可能开始嘛。中国大陆在阿富汗有一个非常大的矿，可是一直都运不出来因为都处于战争状态，所以根本就没有办法盖马路啊。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真的是看得很远，它是一步一步这样走进来的啊。比如说巴基斯坦，它早就是铁杆了嘛，对，那现在才有条件去跟塔利班谈啊。因为都是普什图啊，那现在呢要处理整个阿富汗，所以又要处理塔吉克啊，那这个，所以大概就是这样了。所以那现在又有中吉乌铁路啊，所以又跟塔吉克就接上了啊。所以我是觉得他真的就是一步一步，那有短中长的这样的一个计划，慢慢在往前推了。那欧洲也是一样啊，就是欧盟基本上已经实质瓦解了嘛。所以中国大陆很早就展开双边的个别的接触，那从德国开始，到法国，到瑞士，到荷兰，到西班牙，那现在轮到意大利了，所以大概是这样了。那所以意大利先前就讲说，“一带一路”啊，那个害我们很多，我们不过他会另外签经贸协议了，就另外再找一个路来走嘛。那想要请教一下吴老师，您怎么样来看？其实最近这个上合会是很红啦，因为。这个中国大陆在这个中亚五国做了非常多的工作。我们先讲好，这上合会一开始是我们讲的上海 Five， 上海五国，它是有上海中亚3个国家加入。那时候乌兹别克还没有加入，乌兹别克是2001年的时候加入，然后后来是印度、巴基斯坦加入之后，伊朗再加入，总共9国。所以这个上合会现在有9国，那他们主要还是
一开始是反恐跟安全议题，这我们大家都知道。问题是，中国大陆非常重视上合会里面最重要的，比方说哈萨克。哈萨克我们讲它是全球最大的内陆国，第2名是蒙古。那哈萨克其实他们这个国家非常有趣的是，它有产很多石油、天然气、煤矿，矿产很丰富，跟蒙古一样。但是它的在这个石油在运到欧洲的路上，它会碰到俄罗斯的一个钳制。其实俄罗斯也是靠能源在赚钱，所以哈萨克在运这个石油的时候，它必须要缴过路费。所以他那时候他觉得说，那我们就往东就要跟中国合作。那中国其实在石油的合作上面，他没有想到说，全部如果是靠沿海东岸这个石油的供给，可能哪一天如果被这个围堵包围的时候，石油断的时候蛮危险的。所以他们2007年的时候跟哈萨克一起这个合作，盖了一条石油的管线。是，那个也是做完了，也在做石油的生意。其实中国是中亚5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哈萨克最大的贸易伙伴。他们在2022年的时候已经过了超过700亿美元的贸易额了。那当然，这个非常重要的是，除了这个哈萨克之外，刚才亮哥讲到这个中亚5国他们的合作，中国其实已经到了土库曼他都已经开始做“一带一路”的工作了。因为土库曼是中亚5国最左边的一个，而且土库曼我们知道他不在上合会，因为他是中立国，他是联合国承认的中立国，他不能加入这种所谓上合会具有安全性的国际组织。问题是，中国跟土库曼他们之前也跟土库曼总统名字很长叫比尔德穆哈梅多夫我每次要背我背不起来这个总统他也是跟普丁见面的，拜访了普丁习近平然后呢，他们也签订了所谓的这个天然气，因为土库曼盛产天然气，所以他们盖了一条天然气的管道过了这个中亚哈萨克，然后再接到中国，所以中国跟土库曼他们有做天然气的交易，所以等于是卖天然气。就土库曼就在前年就讲了一句话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新闻其实大家舆论哗然，就是土库曼你是中立国，你怎么会突然讲出这个话？那我们陆委会就立刻反驳，就说土库曼讲的不是事实问题是，当这些国家在跟中国做“一带一路”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个政治性的考量，就是你必须要承认一个中国这个原则。那当然这个问题，让大家就对土库曼这个非常就认真就注意到了。其实土库曼这个天然气，我还在讲的是，他当年是2011年的时候，这个中国付了大概80亿美元的贷款，盖了这个天然气管线。在2021年的时候，那个总统名字很长的，他说我们已经付完了，我们付完了，贷款付完了，所以代表说这个合作交易是非常有效率，而且做得蛮好。就是其实他在进去的这个同时在开始在做“一带一路”的同时，某些层面上面，他也是用经贸的方式来彼此之间希望能够把饼做大，做互惠。请教一下张老师，怎么样来看他们这样的一个布局？好，我觉得这个芬兰总统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说习近平打一通电话给普丁，然后俄乌战争就会终止，这是一种吃豆腐这占便宜的讲法大家都晓得，其实真正有可能这样终止俄乌战争的是谁呢？不是习近平，而是川普。川普一再夸口说他当选还没有就任就可以把俄乌战争终止。前一阵子他的2个幕僚先有出来说，川普的计划是什么呢？就是分别告诉乌克兰说，如果你不停止这个不跟普丁和谈的话，我就停止供应所有的武器。然后说要威胁普丁是什么呢？说如果你不跟他和谈呢，那我就要供应很多很厉害的武器给乌克兰，把你打烂这个虽然也有一点玩笑话，但是我想这个川普呢，他是的确他想这么做的，所以与其说找习近平，不如说找川普，可能这个实现的可能更大刚刚提到说，意大利他退出“一带一路”然后现在又想走别的路线。起先是他有一个部长吧，他提出来说，好像签了这个“一带一路”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对意大利的经济没有太大的贡献。那像德国，他没有签“一带一路”，他的跟中国的贸易也很好，在欧盟里面对中国输出外贸最好的国家就是欧盟嘛，就是这个德国所以他说，其实我们可以不需要这个“一带
来一路啊。但是这个意大利其实是所谓的西欧国家里面啊，相当穷的一个国家。大家可能还不记得了，在2022年的时候，英国的经济学人啊，他很喜欢搞笑，他找了一个名词，他放在他的封面，叫做 Brittany 啊，说我们英国现在正在走向意大利的途径，所以我们正走向意大利的穷国。所以经济学人士认为说，当时的英国政府就是这个强生还有特拉斯的政府呢，搞得非常糟，所以我们正走向意大利了。所以大家不要想到意大利觉得它是欧洲国家，好像认为它很了不起也很富有，其实它是在欧洲里面呢是比较穷的一个国。但是呢，在整个欧洲，大家也想问了，现在呢，如果说啦，真的是一字排开，大家认为比较跟美国友好的这些兄弟们，目前大家都还扛得住吗？为什么会问这一句？来带您看到的是现在的这一幅图，大家就要一个等等一一来点名了。首先呢，北约他们下个星期要在华府这边来开会，结果呢，这一位应该是很铁的铁杆，为什么不来？澳大利亚总理呢，澳洲总理现在艾班尼斯讲说什么啊？不好意思，我决定不参加。他的理由是这样，他的理由是说啊，我去了，我可能没有办法跟拜登呢有一个面对面的会晤，那我干脆不要去好了，我就让我的国防部长、我的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率团去参加。但是呢，以前你都是自己来的，前所未有的缺席，真的只是这样吗？还是说你有可能因为现在跟对岸来跟这个中国方面经贸比较友好了，想要跳船了吗？另一个是谁？另一个是尹锡悦，去还是不去？不知道啊，因为过往的几年其实是有邀请日韩的，现在北约呢希望能够让它印太化嘛，印太盟友也都要一起来嘛。可是尹锡悦现在面临的是什么？可能要被连署弹劾了，而且这个连署速度很快。7月2号的时候，我们看到是破80万，结果到今天呢，已经破100万了，短短一天的时间就增加了20万，人数攀升之快，现在突破了100万大关，有没有可能就让它走向了朴槿惠的厄运呢？那个时候也是闺蜜门事件，然后后来就被弹劾，被逼下台之后没有豁免权，被调查，然后就进了监牢里面了。有可能也走上了这一条路吗？还有谁？还有这次已经说要去北约的这一位岸田文雄。民调也是有点可怜而且现在他要面临的是什么？是他的日元真的是很弱势的货币，对美元呢说已经逼近162块钱，连3天的走贬，而且这已经是38年来的新低点了。我还记得呢，之前我们在讨论日元的时候说140会是一个门槛，没有，现在已经变成170是一个门槛了，一直在往上增加，它还能守得住吗？它的日元该怎么办呢？还有一个经济也很惨的。英国的苏纳克保守党呢，现在执政的 GPT 说是刚刚我们讲38年来新低点嘛，各位啊，这个是200年来的新低啊！我的妈啊，这个呢，几乎是在这个已经不知道是在当年是什么样的女皇那个年代，可能都比你现在还要来得好啊。G7 里面，除了意大利之外呢，它排倒数第2。那目前也因为它的经济真的搞得太差了，所以呢，在最新的一个选情的部分，保守党非常非常低迷，有可能会变成14年来执政要换人做看，因为现在呢，他只获得了64席，而人家拿下的是484席，您就可以看得出来，现在在英国的民心长得什么样子了。好，如果说啦，这一些盟友们都要变成难兄难弟了，那拜登呢？拜登本来呢，昨天还有一个讯息传出说，有没有可能他星期5就要宣布退选？没有，他现在说会坚持到最后，他明确表态。参选到底。那本来呢被看好的，可能可以来接他班的人，包括谁？包括他的副手贺锦丽，包括了 Newsom 加州州长，包括了密西根州长惠特莫。另一个人，可能本来你觉得说怎么可能？还真的Michelle Obama 好，先前的第1夫人，现在说呢，她的民调其实是碾压川普，甚至呢，她还比这个拜登高了大概有10几个%。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有没有可能换她出来接手？现在在民主党内，其实某些层面上面，就是已经大家说能不能就是请拜登不要再继续选下去了。可是拜登又说要选到底。拜登说你们那个时候看到我的时候不好是有原因的，是因为我之前飞来
飞去，所以我有时差，然后我有感冒，然后呢，再加上我其实呢，当时那个在大会里面准备好，感觉真的比较不太好啦，才会造成我上次的表现不是那么样的好，但我真的没问题。Joe Biden 也告诉大家，我们会 fight to the end。来，想请教一下亮哥，怎么样来看？如果说是这样的话，那北约呢现在？看到了澳洲总理他决定不参加前所未有的缺席，能不能某些层面的来讲，就是大哥现在可能也没那么大哥了，所以没去也没关系？我觉得更直接的理由是他认为大哥快落选了啦。说实在话了，坦白讲 ，G7 里面现在最有实力的是 Meloni 啊。虽然说意大利最穷，可是人家政权最稳。他欧洲议会选了38%，对，其他我认为每一个人都摇摇欲坠啊。所以你那个 Albanese 他还算是比较强的艾班尼斯啊，他政权也有点那个啦。所以他就是救我国家，比如说他现在正在跟中国大陆在做交易，他就把这个弄稳就好了。我干嘛去参加一个摇摇欲坠的联盟啊？坦白讲，连 Meloni 在 G7 都被排斥，他们就说你是极右翼啊，是，那不要让你影响那个欧洲理事会的提名，那不是弄出了冯德莱恩？冯德莱恩上面对未来整个向右转的欧洲，坦白讲也 hold 不住了。我说实在了，你接下来德国明年就要选了嘛，9月，对，那可能就是基民党又要回来了，搞不好加上那个替代选择，那法国。等一下，搞不好选一选就那个年轻的帅哥就上来当总理了。那个极右翼的28岁的，所以尹锡悦一样嘛，他国会已经惨败了嘛。对，那大家普遍认为下一届就轮到左翼了嘛，就李在明嘛。那岸田文雄是一个特殊啦，就自民党的日本的在野党几乎都倒光了嘛，所以他也是勉强继续 hold 住，可是民调也跌到20几左右。是。所以你想想这样的一种联盟，艾班尼斯还要跟你玩吗？所以也不是不喜欢 G7 啊，而是觉得领导人换了之后再来啦，有点这个味道啦。比如说你看拜登嘛，拜登昨天《华盛顿邮报》跟《纽约时报》都在放一些讯息啦，说民主党的高层啊换人的那个气氛越来越浓嘛，对不对？那你现在又来这种新闻，拜登不让啊。我坦白说，我看到一个民调，贺锦丽只有39%，比拜登还弱。那个 Newsom 只有18%。所以坦白讲，当然米歇尔是个怪牌啦，可是米歇尔并没有意愿啦。对啊，你就要去硬拱。那为什么他民调高？因为他比较没有介入政治的实际的竞赛吧，所以还没有看到你这一面啦。你只要选过都带伤啦，讲白了啦。所以你这个如果真的进来这个厨房，民主党的大火坑里面烧一下，搞不好你民调也开始下降了。所以坦白说，目前的整个局面真的是，除非川普犯重大错误，或者是拜登突然吃了仙丹啊，让他的心智能力突然回魂了20年这样啊，不然真的这个局。我认为民主党败选的几率已经超过70%了啦，很高是啊，所以为什么民主党会担忧？因为不是你一个人在选还有参众两院啊，是参议员1/3，众议院全部啊，那会受到你连累啊。那万一参议员没过半怎么办？不，众议员没过半，那岂不是川普全拿？那还得了？所以我跟你讲，民主党像《纽约时报》为什么他们会焦虑成这样？因为他们觉得。很可能会被川普全吃啊！那这个人是个疯子啊！那当了之后，美国怎么办？所以民主党这些人真是急坏了，包括他的高层金主，还有坦白讲就是犹太裔的左翼的联盟嘛，通通都非常焦虑啊！连《金融时报》都在焦虑，芝加哥论坛报、华盛顿邮报、CNN、纽约时报，每一个都焦虑的要死啊！可是拜登就是不让啊，坦白讲，他民调还是第一啊，是的，民主党里面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局难解了。那既然难解，阿伯尼斯啊、Meloni 啊就在旁边冷眼看你啊，
不弄你就去访问中国啊，要不然你只好好弄好自己家里啊，就这样。就是你不是喜欢我，我其实也没那么喜欢你啦啊！大家就来看谁能够被不是啦，喜欢到最久。我没有那么看好你。哦，没那么看好你啊，是这样子。好，我们先进广告，等等回来继续来说。好，我们讲到好像美国最铁的这一些盟友们，都要快变成难兄难弟了，甚至有人已经开始位子不保了。来请教吴老师。其实拜登这次表现真的是让民主党人不仅紧张捏一把汗，而且大家就怀疑他是不是以前被黑嘛，现在证明他真的表现上面真的有一点这个老化的样子，所以不管是政治精英也好，基层老百姓也要换。问题是，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他们现在担忧的是。CNN 的270 to win 的那个 roadmap 啊地图，密西根已经悄悄从中间偏向浅红，是代表说川普在密西根州领先啊。乔治亚州2020年拜登赢了乔治亚州，是 Bible Belt 赢了万红彤彤一点蓝，他赢下来。问题是乔治亚现在又变回到粉红，对。淡红色，所以密西根州长是民主党，对，为什么就是民主党？对啊，问题是密西根州自己就倒过去了，因为中间选民开始跑，还有密西根有很多阿拉伯裔的，大概是里面有大概1.6%的阿拉伯裔的这个占全美1.6%的阿拉伯裔在密西根州，它足以撼动密西根州整个选情，而且我们要知道说，2020年那个时候这个拜登大概就赢2.8%而已。所以他是非常小的差距赢了川普。那如果密西根州输了，乔治亚州输了，他目前看起来已经超过270张了，川普超过270张。简单讲，今天投票，川普超过270张。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在紧张说，哇，那是不是要提前换败？我一直讲要换败这不是等小事啊。拜登是经过民主党初选3800，他得超过3800张党代表的票的。对。而且他早在今年的3月12号，乔治亚州初选了108张，直接给他了，他那时候宣布当选，很快就宣布当选了，海放第2名的。所以你现在要派不管是贺锦丽也好 ，Newsom 或者是这个 Whitmer， 不是他的对手，而且要经过这个过程很难，因为你要让党代表全部回心转意啊，3800不是简单的数字。那昨天我也看到那个新闻啊，那个 New York Times 就讲说，他的英文就是拜登跟他的这个 ally 说，可以考虑把我换掉这样的。我觉得那个应该是有人在放风声啊，因为他刚刚又否认，对他否认了嘛。如果他现在出来否认，代表说那个是有风声，是要什么？想要把他换掉他，一定是有底下的民众在反弹。但是蛮麻烦的就是民主党那边开始有不同的声音了。那这样是对于本身他自己的选民到底要怎么样去看去想，怎么样在最后把票凝聚投出来，特别是在还没有辩论前他们是5-5坡对，川普只领先一点点辩论完后，川普直接海放了，往前冲了。川普还在等9月还有一场 ABC 的，川普在那边等，他一拳把你 KO 掉。所以，如果看拜登在第一场辩论后的竞选场合，他特别用力讲话，而且讲的说我很健康，我可以把这打完，请大家相信我。我在看他那个转播，在看他这个整个选举造势的时候，我觉得他非常的努力，而且他想要把这个所谓摇摆信心的民主党选民赶快抓回来，还有中间选民他也想赶快抓回来。问题是，我跟亮哥的想法是一样，我觉得民主党大势不妙，而且众议院跟参议院如果全部输掉，那川普是全面执政。但是不是仅仅对美中关，是全球的大事，全球都要大事情啊！对，全球有可能川普过往说的、美国说的什么，现在还算吗？我来想想看。我们先进广告，等等回来请姜老师帮我们总结。就谈一谈今天的英国大选吧，今天真要投票。我有朋友住在英国，他是一个华侨，他常常写信来跟我抱怨啊，说英国的这个经济非常糟糕，他生活很艰难。他住在他的一个社区，有那个小区要收的费他一年要交大概3200英镑相当于13万台币然后他就抱怨说这些钱呢收去了都被污掉了给了难民给了什么其他人。这个保守党大概是没有希望了，
因为两个报纸啊都给他非常大的这个打击。金融时报的7月1号社论说，保守党已经没有路了。大家好，我是秦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一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用您听得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一小时来宾，首先要介绍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以及政大外交系教授吴崇涵老师。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时事评论员江宝珍。大家好。好，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到的是哈，现在呢大家就在问了，其实目前啦，如果说我们一直以来强调的是，我们有很努力的在做好我们前线的这一些抗中保台的工作，那我们就想问问国安巨头们，现在对于对岸到底您的作为是什么？包括了谁？包括赖总统，包括了卓荣泰院长，包括了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国防部长顾立雄、蔡明彦，还有海委会主委，这很重要，管碧玲。为什么？原因是因为最近很多事情跟海委有关系，我们一件一件来讲。过往呢，这个国防部告诉我们依比例来进行自卫反击，那我们就问了，马祖这边的传出说大陆用军用无人机闯到我们南竿机场，盘旋多久？20分钟啊！我们就问，什么叫做依比例进行自卫反击？要打下来吗？还是说我们说好的反制无人机去哪了？我们到底实际做了什么？好，退将呢这位帅化名将军，他直接讲一句话，他说：“按照这个讲法，不是应该打下来开炮了吗？比例问题，这有什么比例问题？那到底我们的作为，我们的 SOP 是什么东西？那个部分。”海委的部分，其实呢，最近真的很多事，包括了澎湖渔船，现在呢被对岸给扣押下来。国台办的讲法就是，一切呢都是依法来办理，正常执法，依法规来处置。不止这一起哦，另一起还有什么？在金门这一边传出说呢，金门角海域这里对岸的海警船是大举出动，同时呢还直接呛我们不要命了，让我们的渔船呢赶紧撤离。一件又一件，我们的海巡能做的是什么？是赶紧赶到现场去捕鱼、去护鱼啊！可问题是，即便是这样，那然后呢？然后我们现在就能够在对岸，当他们海警在依法执法的时候，我们能够知道说，到底哪一些我们能够前进，哪一些我们能够帮我们的渔民来捍卫我们自己的权益吗？这一件事情就是那个。违法对岸讲的违法去人家那边家门口捕鱼的事情，大陆网友现在是一面倒啦，就说我们认真的在遵守现在的休渔规定，为什么你们过往都可以捕，该抓抓起来？还有说什么？说马英九时期你们抓我们多少船啊？你们抓我们10856艘啊！蔡英文时期你们抓我们多少船啊？你们扣了我们403艘还让我们的渔民太憋屈了。某些层面上来，这句话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原来我们马英九时期这么强硬，我们直接把人家的船扣了上万艘；蔡英文时期才扣了403艘。到底谁对大陆比较强硬呢？现在呢，其实在整个美中台的关系上面，前这个川普的国安顾问伯明呢，他就直接讲了，说大陆现在叫做彩排正在攻台，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说南海跟菲律宾的这一切都是对于台海的彩排预演，但真的是这样吗？南海的事情跟两岸的事情能够混为一谈吗？南海现在的状况就是，当他们所有的水泥建材都已经上舰，想要仿效仁爱舰，在仙滨礁这边2艘船要给他来做永久的维修，甚至永久的设施的时候，大陆的海警船强势的介入了，甚至呢，中美的航母现在都现身在南海这边，山东号2栖舰罕见的集结在一起，罗斯福号呢，则是直接穿越了菲律宾，还有以西吕宋海峡进到了南海里面。杜特地目前是跟他们的总统小马可是其实态度是不一样的哦。菲律宾里面也分两派。好，杜特地的讲法是说，我们到底为什么要被美国利用？被他利用来对抗大陆？他认为啦，渔民本来就可以自由自在的在有争议的海域捕鱼谋生。他当总统的时候，跟中方很友好啊，大家还是有饭吃，有鱼可以捕。现在你要跟着美国走，然后呢，然后搞得我们可能会有渔民，或者是我们在冲撞当中有人会断了手指。他觉得这样真的是菲律宾人想要的吗？
两岸之间跟南海之间，有人说呢要把它混在一起看，但也有人说你根本就不应该这样想。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情节真的不同嘛。来看看解放军呢，现在说研制了一个300毫米的狭炮，什么意思？就是说呢，这个炮弹能够飞越台湾海峡，他们称最大的射程是400里。好，一炮呢就能够砸入台湾境内，是真的吗？不管是真的假的，现在两岸的军力确实是有一段落差的，只是我们必须要如何来理解我们彼此之间，即便军事上有落差，好，那我们是不是能够从两岸的互动上、两岸的对话上面，我们能够取得一些比较好的平衡？那请教亮哥，回过头我们就要请教这一些的国安巨头们了，两岸关系他们现在到底是怎么看的？那之前说以比例进行自卫反击，那人家已经无人机飞过来，飞了20分钟，我们无所作为啊。我其实那个提到马英九时期扣了大陆渔船1万多艘嘛，对不对啊？我觉得这里就是这样，两岸是这样啊。两岸如果有感情不错，有信任，那基本上大陆就是可以比较宽松嘛，啊，那中国大陆就是基本上就是没有在执法啦，讲白了啦。事实上，2003两岸那个我们刚刚讲的那个跨界捕鱼就开始了。那2003到2024，大陆只扣了17艘船，而且都是在2天内就放了。是啊，那表示他没有认真在抓嘛，这是事实啊。那为什么能这样？因为他觉得他大啊，两岸情感不错嘛，他要统一你嘛，所以就给你一点好处啊。那民进党上来之后，一切已经没有什么感情基础了啦，那一切就都凭事实法理来论证嘛。那就是看对彼此的实力有多大啊。是，所以我举个例子嘛，比如说这一次啦，我们2艘海巡船，我刚刚就看到国安人员在那边说，赖瑞隆就说我们的海巡船都已经到了，那结果你大陆的海警船还是硬把那个渔船给带走啊，那就面对一下事实吧。我们那2艘海巡船，一艘是35吨，一艘是100吨啊，那中国大陆是7艘海警船，600到1000吨，请问你怎么办？他要带走，你能怎样？所以我说，当你一切都要用事实说话，用实力说话，那就要问你有什么实力嘛？就好比你刚刚讲的嘛，无人机飞到你上空啊，你为什么不把它打下来？对啊，难道你没有干扰枪吗？那如果它飞的距离非常高，那卫星照片还是可以照得很准确，那你干扰枪打不到，那你怎么办？这个就是实力问题嘛。那请问你有多少实力嘛？所以我讲白了，我有时候看管碧玲，我都觉得他很可怜啊。600吨到1000吨，还不是大陆的主要的海警船呢。哦，那你说我们要不要派1000吨的过去？请问你1000吨有几艘啊？中国大陆3000吨的有72艘，我们只有7艘。这个就是管碧玲现有的局面啊。然后你两岸没有信任，没有感情，那你都要凭事实法理来说话，那大陆就用实力来执法，就是这样嘛。那你叫管碧玲怎么办？他手上有工具吗？没有啊，他没有工具啊。所以你说顾立雄啊，他担心又飞到大胆2胆上面再给你拍照，打下来啊，怎么打嘛？你告诉我嘛。前线的官兵问你，请问怎么打嘛？你告诉我嘛。用枪打得到啊？干扰枪，如果它飞得更高呢，你怎么办？我跟你讲，未来还有更多嘞。是，事实上，美国都帮你担心啊 ，CSIS 智库都推出可能发生的情景啊。如果他是用3000吨的海警船开始来做封锁的测试，请问你怎么办啊？你要用军舰吗？那如果他后面还有军舰呢？事实上，这次菲律宾就是这样啊，他的突击队8个人被缴械嘛，并不是说他们敌不过大陆的海警船啊，而是大陆的海警船后面有7艘军舰啊，有075071052D你怎么知道这个局面不会出现在台湾？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民进党不要讲大话嘛，碰到这个局面，你告诉我你怎么办嘛？你不要讲大话嘛。你的海警船如果碰到这个局面，所以刚刚谢寒冰讲了一句话很实在啊，我们那2艘海巡船，一艘35吨，一艘100吨，
你如果在越界要抢救渔船，搞不好连你2艘海军船都被人家带走了，因为他的船是600吨到1000吨嘛，船只最主要的就是吨位嘛。是，所以我的意思说，有一些话哈，政治人物不要只会讲大话啦，拿出筹码，拿出实力来嘛，你如何执法嘛？你去站在管碧玲的角色，你看他怎么执法嘛？蔡明彦国安局长他讲的忧心很有道理啊，请问如何执行嘛？比如说赖瑞隆他担心啊，蔡明彦也很实在啊，他说，会不会比照菲律宾来搞我们？那如果真的呢？如果他真的比照菲律宾来搞你呢，那你怎么办嘛？我觉得台湾现在面对的是这种现实的问题啊，就两岸如果都没有感情、没有信任的时候，你都要讲法理，都要讲事实，那就是实力决定啊。那你准备了多少嘛？就如果你真的要跟人家直球对决，然后你也跟他讲说你要直挺挺的躺下，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会不会真的最后就直挺挺的躺下了？大家想问的是这一点，就是政府到底想好了往左走、往右走，剧本是什么？是不是先能够告诉大家你们手上有哪一些筹码？来请教一下吴老师。其实没错，那个都是讲实力，大家在讲实力、讲现实，那就要把自己用强用好，你才能开始说话啊。那如果一边说话又一边用强用好，我觉得这个不切实际啦，因为你遇到很多问题，接下来这问题会不会升级啊？我前常讲过，渔业冲突会升级到渔业纠纷，渔业纠纷、渔业冲突，再来是什么军事冲突，都是过去学理上可以证明的。我们过去可以看啊，其实高阶政治，我们讲这所谓的不管是国安啦、外交、两岸关系不好的时候，其实累的是谁？累的是我们这些海巡，累的是我们的基层官兵弟兄啊，对不对？你看这些海巡的弟兄多辛苦，船一来就要过去，我们的飞机过来我们就要上去，非常的辛苦。如果是这样子的时候，高阶政治不为低阶政治设想的时候，其实是损耗我们非常多的实力原则。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我一直觉得一个政府只是一直讲实力，不会讲其他方面的政府，其实还是有蛮多问题所在。其实我举个例，其实，在马英九时期，虽然彼此还有扣船呢，其实那个时候的海巡跟对岸的这个海警很多时候是联合救人呐，很多渔民掉下去是两边人积极一起救人，然后呢释放或者是抚恤或者是配合合作。那个时候是这样子的，现在是不是啊？现在是你过来我过去，你过来我过去，你过来抓我的船，我还要请你放回来哈。所以这个问题，如果其实我们要归咎到一个高阶政治的处理，简单来讲就是两岸关系不断的在向下螺旋，一直进到更深的水域的时候，那我们后面该怎么处理？你没有人道沟通，没有管道沟通，没有我们讲更多的所谓的软性的沟通途径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麻烦的事情啊，因为我觉得现在民进党政府他是可能做的就是一来就是一直加强说我们的声量，一直坚挺挺在那边；二来是跑去跟美国人说，我们遇到很多麻烦，这就是所谓抗衡里面最重要一个是对内抗衡，我们是加强自己实力；对外抗衡是要结盟啊，因为你打不过人家，你必须结盟。所以其实现在民进党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必须要把美国人抓好抓牢，然后告诉美国人说怎么样把南海跟台海这个问题一起解决，不是一起解决，等一起看啊。所以伯明在讲了嘛。中国大陆正用菲律宾，他其实讲的仁爱礁啦，在 Second Thomas Show， 他用 Second Thomas Show 在做一个，他们都是中国大陆在做压力测试啦，这模拟攻台的这个训练，我们不知道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是有可能是真的。那有可能真的时候该怎么办？代表说美国人现在看仁爱礁，菲律宾跟美国在处理的事情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那我们来讲，那菲律宾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也在讨论很久了。其实我们把小马可仕跟杜特地做比较，其实一比就比得出来。但是有人说你不能这样比啊，其实怎么不能比呢？那两个总统的行事作为就是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哈。你说小马可仕上来就是也是一样哈，要讲现实、秀肌肉、要硬干。好，的确啊，他做很多硬干的事情，比方说他跟美国这个2022年 EDCA 强化安全合作法案，又让了5个基地让美国人去用，对不对？他跟日本又扩大所谓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讲 OSA 哈。OSA 简单的讲就是日本对于东南亚国家或者对于菲律宾用安全上的支持，经贸上是他们叫 ODA 啊，就官方发展援助，那是经贸上面外交援助就是外交跟经贸援助，但 OSA 是什么安全援助？所以日本呢给了菲律宾很多，包括他给他雷达，那这种就是菲律宾的小马可仕上面我要秀肌肉，我要继续加强，跟这做很多事情。问题是
情势只会越来越严峻的。我们看到是越来越严峻的，对不对？那他们为什么不看看杜特地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杜特地其实他一上任的时候，对于南海问题他也是有讲话的，是他讲很多啊，比方说中国这么大，我们打不赢啊，我们干嘛打，对不对？然后呢，他说黄岩岛是我让中国大陆渔民来钓鱼的，问题是他又做了很多，他跟中国大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啊，他们有石斑鱼契作啊，他们有共同开发南海油气啊，所以杜特地他是2手策略，小马可是不是，他是1手啊。所以如果现在民进党政府跟小马可是一样，都要1手策略，那坦白讲是很辛苦了，而且累的是大家。想请教一下张老师怎么看？刚才郑亮兄有提到啊，说两岸关系现在缺乏情感啊，这件事情感说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说两岸是不是一个国家，是不是同属一个中国？那赖清德总统上来以后，他讲得非常明白，两岸就是2个国家，一个叫中华民国，一个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而且据新闻统计已经讲了3遍啊，就是两岸不是一个国家。最近那个美国的葛莱仪啊，也有说这句话呢，其实是讲得太过分了。那他建议美国政府是不是跟大陆啊、跟台湾都说一说啊，看看把这件事要缓和一下。他认为我们这边讲说两岸属于2个国家啊，这个太过分了。那前一阵他的一个前国安会的一位高级官员哈，他也这么说啊，他也这么讲，他说我们所讲的两岸属于2个国家呢，这是不对的啊。那他认为这个是他用这个很有趣的名词，他直接呼赖总统的名字叫威廉赖。他说威廉赖讲的呢是太过分了。那他也认为美国和大陆要好好管理manage 威廉赖，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困难啊。那这个困难，我看短期内民进党政府会不会同意说回到所谓的9·2共识啊？回到所谓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我看是蛮困难的，所以这个困局要怎么解啊，可能还很麻烦。那刚刚主持人提到说，大陆最近有宣传说他们有这个炮弹可以直接飞到台湾哈，其实这已经不是新闻了，在几年以前他们就出了一本书，这本书呢叫做解放军火箭军攻台方案啊，就是说它的火箭炮就可以完全覆盖我们所有西海岸的所有军事设施，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处理？因为火箭炮第一它很便宜，那第二它这个射程很远很密集，所以你的防空飞弹要去拦截它哈，要去把它打下来，这成本不符，而且在实力上也不可能，因为你很少的飞弹不可能去拦截它非常密集的火箭炮，所以这是对我们非常大的威胁。